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呼救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，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沉睡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我已登场，自觉避让，且待我收拾这战光，别逍遥轻狂，龙潭也去闯，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的光。夏玲，夏玲，曹彦斌，我们还活着？当然了。那我爸……爸，怎么会这样？夏将军，距离您当初进入如花果楼已经过去了10年了。您女儿都已经长大了，您再仔细的看看她。爸，我拿到了将军链，我知道你是一名继承人，也知道你是寒仙界的镇魂将。我跟你一样，也是一名继承人。你真的是玲玲？是我真的好开心，我根本没有想过这辈子还能再看到你。对不起。爸，你别这么说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在梦魇里什么都看到了，我知道都是黄甫龙斗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夏将军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您说黄甫龙斗别有目的，那他的计划又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在我们准备前往芦花鼓楼的前一天晚上，忽然间听到了黄甫龙斗的谈话。谁？我被黄甫龙斗的元神力所伤，所幸逃得及时。待我伤势稍稍恢复，而去往鼓楼的那些镇魂将们已经动身了，我不能放着他们不管。于是我决定追上去，将真相告知。我怕此行凶多吉少，我也怕你牵挂。我就把重要的物品都托付给了朋友。我告诉他，如果1个月之后我还没有回来的话，就让他告诉家里人，说我已经死了。本来这次
参加皇府龙斗的行动，就是在忤逆领域。我把牵连韩千劫，就没有向界里的人透露任何的消息。玲玲，爸爸活着一世，总想做好所有的事情，可是到头来，没能做好朋友，没能当好一个镇魂将，没能当好丈夫，也没能做好一个父亲。更没能对得起任何人。不，爸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好的爸爸。谢谢你，一直还记得爸爸。答应爸爸，一定要安全的、安全的、安全的走出骷髅。爸，你醒醒，爸！二位不用过于担心。祥先生，你也从梦魇里逃出来了。他只是元神力折损，陷入濒死状态，还没有到无法回天的地步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有办法救我爸爸？其实，我不只是一个花匠。欢迎来到花谷。我就是花王。花王。当年，在未进入这鼓楼之前，我曾四处游历，设下结界，种下了一大片元皇花。这花灌注了我的神力，能滋养元神，助人吸取天地之气。我会用这片花海滋养你的父亲。现在，我就开启结界，送他过去。不出数日，他便会醒来。届时，你去空神之森寻他便可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救我爸爸。不必感谢。其实，你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自己。也是因为有了你们，我才能从这梦魇的囚笼中解脱出来。怎么会呢？你是这花谷的主人，又是四王之一，谁敢求救你呢？还能有谁？无非就是创造这梦魇的其他三王。你们不是同伴吗？他们怎么会囚禁你呢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实情况真如我们在梦魇里所见到的吗？真实的情况和梦魇不尽相同。虽然夏启峰当年追着一众镇魂将进入了鼓楼，却迟了一步，被我拦在了花谷，没能去成月宫，也因此他逃过了被月王变成石头的下场。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见到那些镇魂将。那这无尽梦魇，其他三王，他们非常憎恨人类，也因为我帮了夏启峰，惹怒了他们，
可就在此时，夏启峰因为发现同伴全被变成石头之后，懊悔痛苦不已。三王就借助这份情感，制造了梦魇，将我囚禁。而夏启峰也就作为这梦魇的主人，沉睡于此。原来当年不止老妈，还有那么多人被变成了石头。总之，华王，我还是想跟你说声谢谢，谢谢你救我爸爸。此处事已了，你们也是时候下楼去见见你们的伙伴了。北路，唐兵、夏灵，你们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你呢？毒伤有没有解掉？已经解了。梦魇的事情我已经听华王跟我说了。这次多亏你们两个解开了梦魇，要不然莫名其妙死在梦里，那才叫冤枉。对了，夏灵，你父亲的事情我也已经知道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我爸爸，他元神力折损，差点就没救了，还好花王出手相救，我应该很快就能跟他团聚了。真好。北洛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爸爸，你也一定能救回水儿的。我们陪你一起打开蓬莱。好，打开蓬莱。你们来鼓楼是为了蓬莱？花王，我们听说蓬莱之中有能够回春万物的神力，北洛想要借助他的力量，用来愈合自己女儿碎掉的元神。愈合元神，可是蓬莱内的事物办不成此事。什么？难道蓬莱的传说都是假的？我只能说，你们来错了地方。蓬莱里是我等奉命镇守之物，绝非什么好东西。算了，看来这一趟我还是运气不好。那你呢？你是为何来鼓楼？实不相瞒，我母亲就是10年前进入如花鼓楼那批人当中的一个。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救她。那你可知，你的母亲已经被越王变成了石头？我知道，就算被变成了石头，也会有机会变回来的，对吧？这绝非容易之事。想要破解越王的凝石之力，只有击败越王这一条路。可就凭你们，还走不到越王面前，就会被他的那双死亡之眼变成石头。或许有一人可以帮到你们二人，他既有可与越王一战之力，又可以帮助灵人重塑他的元神。是谁？是谁？风王。那我们去找蜂王帮忙。不可能的。对于人类的憎恨，他比越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之前，他就以奴役人类为乐，10年前更是觊觎进入鼓楼的女孩年轻貌美，夺去了人家的身体。我知道那个被夺去身体的女孩是谁，是燕悄悄。谁？风王，别来无恙啊！花王，你怎么会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有本事从无尽梦魇中逃出来。少说废话，本神10年之恨，今日定叫你加倍奉还。花王，他怎么会？胜负未分，越王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本尊要去哪儿，还轮不到你来过问。你这是就此认输了呢，还是我送来的人让你坐立难安，迫不及待想去一睹真容啊？
本尊方才不过是想去会会好久不见的同伴。至于你送来的人，本尊根本就不在乎，因为杀死你们人类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别输了棋，当第一只被捏死的蚂蚁。或许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你们夺取蜂王之力，去打越王，但前提是你们3人之间一定要配合。怎么配合？首先，最重要的就是夺取严巧巧的元神冠。这里就是蜂王存储元神的地方。按照花王的说法，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存放着被蜂王掠夺过的元神。可是这里东西这么多，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严巧巧呢？那咱们就只能找找跟踏风族有关的东西了。也不知道花王能够牵扯蜂王多久。这点雕虫小技还想报仇？花王，你怕不是还在梦里吧？是你们2位姑娘，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寻找踏风族严巧巧的元神冠，他对我们非常重要，你们可以帮我们吗？本来还想留你一条命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了。无限恐惧。传命，快！你们是？严巧巧你好，我们是风渣的朋友。风渣。很遗憾，你输了。那边的石阵很快就会有你的一席之地了。多谢越王指教，龙斗认输。像你这么爽快的人，本尊还是头一次见到。很好，那你就做好准备，即刻享受本尊的凝石之力吧。有人类。等等，看样子越王有客等了，要不你先解决他们，再对付我也不迟。皇甫龙斗，你可知你自己究竟在做什么？你走向的是毁灭呀！你又怎知道，我想要的不是毁灭？
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花王，还有那几个人类，竟敢夺取本尊的身体和力量，这笔账一定要清算。就是这里了，这就是我在无声的记忆里看到的地方。我老妈就是在这儿被人变成石头的。那照这样说，曹彦兵的妈妈应该就在这些石像里。还有凤札。我们之前在雪国花谷封城里都没有见过他，他大概率应该是在这月宫里。如果越王对他下手的话，很有可能已经。只有打败越王，才可以解除石化。一会儿见到越王，我打头阵，能克制越王的封王之力正好在我体内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出凤札。前面就是越王所在的晨星宫。严巧巧体内虽有封王之力，却也顾不了太多人。一会儿，你们一定要小心越王的那双眼睛。岂有此理！花王，你究竟要为了蝼蚁一样的人类，再次挑战本尊到何等程度？大家小心！北洛，夏灵，竟敢保护人类！蜂王，连你也背叛本尊！你看清楚，在你面前的不是蜂王，而是踏风族的严巧巧。我弟弟在哪里？立刻把他交出来！只可惜来晚了。星月坠，你把我弟弟怎么了？肯定是和夏灵跟北洛一样，一起被他变成了石头。你应该就是那个一口气闯3国的人类吧？10年前，你把我母亲变成了石像，现在又把我的同伴全部石化，新仇旧怨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算清楚。10年前，好啊，你果然和他们是一伙的。区一个凡人，竟然敢觊觎我蓬莱里的神力。今天，第一个死的，就是你。有什么冲着我来？我弟弟既然受了你的款待，我是个做姐姐的，必然全力回报。一介凡人，你连蜂王的1/10都不如。今天我就来教教你，什么是真正的恐惧。风暴之力！
我这黑死光是死亡的诅咒，被他碰到的东西必死无疑。人类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至于你，我早说了，你连蜂王的1/10都不如。乔乔，不，这不可能。我的黑死光所向披靡，天下莫敌，你一个人类怎么可能抵挡得了？因为我并非人类，而是魔。老鬼，又是你！小子，我要再不出现，你可真就被人干掉了。而我见了老熟人，怎么也得出声打个招呼，你说是吧？奢比师人类，我说你怎么如此嚣张？原来是身怀魔气啊！你的目的不仅是要拿到我蓬莱里的神力，更是要复活魔尊呐！复活魔尊？小子，你不是好奇为什么进了这鼓楼，我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出现，再无顾忌？是因为我已经靠近了蓬莱，而那里头所谓的神之力量，正是我身死之后无法被化灭的心脏，是我复活的关键。所以你的真实目的是打开蓬莱，拿回自己的心脏，实现复活？没错，而这还得借助你。老鬼，你又控制我！小子，你不是想干掉越王吗？那就交给我，你马上就会看到何为碾压。连当年的魔尊也是我们神尊的手下败将，你只不过是魔尊的一缕残气罢了，也敢在本宫面前放肆？那你呢？道魔祖师神座下的小小宠兽，一只畜生，也敢自称为王？那就要看看到底谁厉害了。暗黑天星爆！他这就被打败了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复活之后，我会比这强上数倍。怎么样，曹彦兵，心动了吗？心动的话，就交出你的全部意识，让我彻底占据你的身体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拿回我的心脏，而你，也将和我一起共享这份无上的力量。喂，你听见老鬼说的了吧？你要是不想让他夺回力量，把这鼓楼掀翻，你就把我的所有同伴，还有10年前一起进入鼓楼那批人，通通复原，然后我就会拒绝老鬼，带他离开，再也不回来。狡猾的人类，你处心积虑把魔气带进鼓楼，
眼看成功在即，竟说要走。你当本尊这么好骗？你爱信不信，但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曹彦兵，你好没出息！一份超强的力量摆在你面前，你竟要放弃？别再挣扎了，你根本逃不出我的掌心。你是谁？报上名来。主人，天狐来迟，还请您原谅。不迟，你来得正好，好好帮我劝劝这个冥顽不灵的小子。曹彦兵，我劝你想想清楚，眼下依从主人是你最好的选择，不然你就会落入黄甫龙斗的手里。黄甫龙斗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从你最初见到王猛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身处黄甫龙斗的计划之中了。因为只有借助你，他才能拿到他心心念念的蓬莱神力。借助我？你当他10年前为什么功亏一篑？并不是因为实力不济，而是因为蓬莱内还有一道镇锁神力的封印。想要打开封印，就需要收集4王的所魄。放到一个容器里进行融合，而你的武神躯再适合不过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黄甫龙都把我当成了一个人形的罐子，故意引我来这如花鼓楼。可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？我又凭什么要信你呢？凭我是来帮你的呀。这是帮你解除石化之力，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夏灵，北洛，夏灵，息而无灵。你就是这么对帮你的人啊？是你，10年前，花王，花王4王所迫进取，4国幻境可除。而你即将看到这个灵域最终的秘密。
刚才说的这领域的终极秘密究竟是什么？难道就是这蓬莱吗？既然是终极秘密，又怎会如此无趣呢？风渣，是风渣！风渣，风渣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是姐姐。姐姐，真的是姐姐。是我。姐姐，风筝好想你，我每天都想你。姐姐也想你。让我看看，你长大了，姐姐都认不出你了。曹元斌，风渣竟然已经恢复了，那石头林里的人应该也都会恢复吧？曹元兵，好像不太对。这些是什么？恶灵？难道又是鼓楼里的什么咒语？应该不是。这些看起来都是高级恶灵，不好对付。大家小心！欲望的心中，在蚕食着一念，看具象的世界，颤动着慢慢倾斜。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街，便赤足上前。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。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。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伤源，感动成一缘。